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4月12号，早上起来，家人们一起继续数钱比特币多单的利润啊，或者今天视频来跟大家聊一下，目前还没有平仓哦，那这一个位置会不会出一个正向理论？因为今天晚上也有一个重要数据是要公布，也就是美国的 CPI。那这两根上涨如果倒过来跟这个位置有没有相似之处？或者是 CPI 公布的节点有没有可能会类似这种整理，就类似这个位置整理，然后再往上去突破 32K， 甚至去突破 36K， 或者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目前比特币整个大长线的波浪，从 15K 开始烂神要怎么数，我感觉是非常的难数。不过简单一点，可能用月线来数的话，我估计大长线目前比特币就是依赖的结构，以及月线里面还有哪一些技术指标重点值得我们去观察的。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或者有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帮你拉进 VIP 组，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这两天有些朋友是在讲量能不够，但是比特币对这个美元的它这个量是还可以啊，虽然是没有前一波的这个量能大。个人观点，像这种大涨有这种量能也是够了，因为主力高度控盘的结构下，包括之前周六跟周日的时候，视频也是有跟家人们提醒，缩量有可能是变盘的前兆。然后在周六的时候是跟朋友们讲，不排除这一周它是要去挑战3万，因为整个趋势就是向上的。然后刚刚提到的，也就是今天晚上美国是要公布 CPI 物价指数啊，至于今天晚上会不会低于这个 5.2， 其实现在是很难猜，但是我个人观点肯定是会继续从上个月的6往下滑，有可能也不排除会不会是在 5.2 或者是 5.1， 也都有可能啊。然后我们要思考一下，如果它 CPI 是要出利好，比如说低于 5.2， 或者是出利空不及 5.2 的一个预期，我个人观点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镜像理论啊，这一个要怎么来画的？是这样子哦，这一根 K 线有没有感觉像这一根 K 线的上涨？然后倒过来这一根 K 线上涨，有没有感觉类似这一根 K 线的上涨？所以我们可以画一个镜像理论，不过历史经验并不多，我们画出来以后可以这边做一个镜像，然后再做一个翻涨。然后把这一根相对比较长的叠加到这一根 K 线啊，也就是这一根比较长的是这一根，所以有没有可能在呼应这两根的上涨？然后今天晚上 CPI 公布的时候，这个位置会不会有大幅的波动？整理一下，有没有可能再挖这么深的一个位置？就这2天啊，到时候看会不会继续拉到这一个3万6的一个目标位，有没有这种可能性？那等下来跟大家讲，其实3万6我个人判断，如果我们从波浪理论里面去观察的话，有没有可能这一波涨到3万6？那么要观察一下，就是整个日线里面浪形要怎么数？前面是有跟大家讲过，这边如果是1、2、3、4、5，那现在是 ABC 调整到位，目前也有一些朋友是在讲，是不是在进行3浪的一个结构，也是不排除哦。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周线里面浪形要怎么来观察，也是不排除这边是不是1浪、2浪，目前是在3浪，后面有没有一个4浪，或者是在一个5浪。我个人观点有可能不排除这一波整个主力可能会去挑战这个3万6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，也就是去年在底部的时候一直在跟大家提，比特币在这整个空头熊市1年多的行情，从来都没有涨到过 0.382 的位置，所以 0.382 的位置，我个人观点，历史上浪形如果是第一波一浪的上涨，有可能它会去挑战这个 0.382。那我们等下来跟大家数一下更大级别的一个浪形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比如说这个高丝线为什么跟大家讲有可能会去3万6。首先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去年的时候为什么在2万下方希望朋友们去抄底，其实从这一个周线里面的高丝线也可以观察，历史上它一般周线里面如果高丝线破这一个下轨的位置，每一次熊市破这个下轨的位置，它一般下跌的空间再跌个 50%， 有可能就是底部啊。比如说15年的这个位置也是破了这个高丝线的下轨，跌了 50% 就见底。然后19年也是一样，这个位置
从高丝线破位的位置，它后面就是跌到这一个40%的位置就见底，然后这一次22年的熊市，或者是21年到22年的整个熊市，其实在这个位置也是接近50%左右啊，后面是再跌到15000，是幅度是55%，所以2万下方，去年的时候是一直在跟家人们喊一定要去抄底，抄到现在利润一定要给我抱住啊！那现在的一个情况可以观察一下高丝线，它已经是突破了这个中轨啊，所以目前的浪形如果是整个大一浪，19年的整个浪形是大一浪，它突破了这个中轨，还有没有回踩这个中轨的位置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买点哦。不一定要等到这种有没有黑天鹅事件，有没有疫情爆发。如果没有疫情的话，我相信这个高丝线的中轨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买点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，它在15年的这个位置突破以后，它有回踩过一次这个高丝线，甚至第一波行情依然一般是直接把整个高丝线的上轨都给突破，这个位置上轨也是突破，所以现在也是已经突破了中轨，都已经开始要去挑战这个上轨，所以我个人观点也不排除整个大一浪有可能会突破这个上轨，直接去36000，也就是刚刚跟大家讲的周线里面的黄金比例的 0.3836000，我感觉是应该会去挑战。然后周线里面刚刚是有跟大家讲到浪形是很难数啊，也有一些投资者是讲这是不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，但是我个人观点，这个浪形都没有结束啊，它这个曲折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所以这不是一个无浪啊，我个人观点，真正的一个数法有可能就是1、2、3，目前整波一浪都还没有结束。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月线里面比特币它的一个波浪的结构，其实也是一直在画，有一点乱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历史上比特币，比如说它的波浪，一般在大牛市的行情里面，每一波感觉都是会有1、2、3、4、5。那现在很明显观察，刚刚是跟大家讲，19年是这样子涨的，然后15年也是这样子涨的，突破了那个高丝线的上轨，而且一浪的上涨，一般上涨的幅度，如果去跟熊市下跌的幅度去比对的话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历史上比特币在空头市场，特别是转为一个多头牛市，第一波上升的一浪上涨的空间一般会多少？我们可以看一下19年的这个位置，月线里面从这个低点大约是在$3000，涨到这个高位，它是直接突破了整个熊市空头的 0.38 位置，所以目前的位置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，其实走到现在，我个人观点估计还是会有高点啊，尽量多单给我抱住。目前价格其实离这一个 0.38 的位置还是有一段距离啊，也是不排除这一波一浪会不会给我干过这个36000，所以个人观点多单给我抱住。然后如果下一步一浪真的达到位，有这种二浪调整的时候，个人观点也是一样，要经得住这种整理的考验，后面要爆出整波大三浪历史新高的时候，到时候看要不要平掉一部分多单仓位，甚至留一部分去报100万的比特币啊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，其实还有一个空间跟大家统计一下，比如说比特币在14年的这个熊市到15年的底部，当时它一浪的结构，其实这个高点的位置也是达到很接近这个 0.38 的位置。不过我个人画的这一波15年的牛市，它整个大一浪是到这里嘛，也有可能不排除一浪是在这里，也是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啊。因为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这边不是有一波曲折的一个 N 型，然后这边是不是一个3浪、4浪、5浪？所以浪型有时候千人千浪，我个人观点也是不排除，比特币也有可能会不会去挑战，就目前的这个 0.38。当然今天晚上也要重点去留意一下那个美国的 CPI， 有可能短期日线看会不会整理个1-2天，到时候看会不会继续往上去井喷啊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。